2015年，东北小伙西蒙在一次聚会上邂逅了意大利女孩善美。西蒙对善美一见倾心，不到2个月，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。2017年，西蒙和善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，西蒙毅然放弃了国内的事业和工作，义无反顾地跟随善美前往意大利生活。疫情期间，西蒙和善美朝夕相处，形影不离，就住在意大利的一个宁静小村庄里。两人通过运营自媒体账号分享他们的日常点滴，但从他们发布的视频内容里，不少眼尖的网友看出了些不对劲，大家都感觉他俩的感情恐怕难以长久。果不其然，就在去年3月份，两人宣布分手了。西蒙离开了意大利的乡村，他远赴罗马打拼事业。善美停止了视频的更新，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。那么，这两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呢？他们的婚姻与爱情又为何难以维持下去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本期视频带大家一起找下答案。西蒙的原名是丁小晨，1988年他出生在吉林省白山市。他的父亲曾是一名退伍军人，转业后在长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母亲同样在体制内工作。西蒙是家里的独生子，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一直都很优渥，从小西蒙就在这种温馨舒适的家庭氛围中成长。18岁那年，西蒙考上了国内的一所重点大学。当时西蒙攻读的是英语专业，他的英语水平相当出色。大学毕业后，西蒙就进入了一家外企工作，在这里，西蒙进行了大量的锻炼，也时常因公司安排而前往国外出差。几年间，西蒙结识了许多外国人，他也开始接触并了解一些国外文化。总而言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西蒙交到了不少外国朋友。他似乎更偏爱外国人的生活方式，乐于和外国人相处。转眼间，时间来到了2015年，这时的西蒙已经升任为公司里的部门主管。他在北京工作，每个月都能拿到相当丰厚的薪水。不过在工作之外的空闲时间里，西蒙也特别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聚会玩耍。就在这年夏天的一个周末，西蒙在和几位哈萨克斯坦朋友聚会的时候，遇到了他这一生的挚爱善美。善美1989年，他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村庄。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，年轻时他做过很多生意，后来他也积累了不少财富。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，在家里照顾着善美和她的姐姐。小时候，善美和姐姐生活在优渥的环境里，父亲对他们俩也没有太多要求。由于没有儿子，父亲很早以前就提过，自己的家产以后会留给2个女儿，所以打从一出生，善美就没缺过钱花，因此她对钱也看得很淡。在父母的熏陶下，善美又迷上了中国文化。那时候父亲正做着建筑行业的买卖，偶然间看到了中国的古建筑，便对中国古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经常当着善美的面研究观看一些中国古建筑的图片。而年幼的善美也对此非常喜欢。母亲作为家庭主妇，有很多闲余时间，她无意间看到了中国的刺绣，便喜欢上了中国刺绣，也经常将一些好的刺绣作品拿给善美看。上了高中后，善美开始自学中文。与此同时，她还观看了大量的中国电影和小说，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早已深深烙印在她的心中。她也计划在上大学后就来中国旅行，最好是能来中国留学。2007年，善美高中毕业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母亲便带着她和姐姐一起来到中国旅行。这是善美第一次来到中国。他们先是到了上海，繁华的大都市让一家3口惊叹不已，在他们的印象里，中国还很落后。没想到中国的城市居然有这么多高楼大厦。3个人当中，只有善美会少量的中文。不过他们走到哪里，都会有热心的中国人帮助他们，这让善美觉得中国人都很友好。之后，母女3人又去到了北京，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，名声早已传遍了世界各地。不过，善美第一次来北京，还是有了不少收获。相比于上海而言，善美显然更偏爱北京。这里古建筑随处可见，她钟情于这种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。在离开的时候，她还拍下了许多照片。善美感慨，
这个交换项目只有短短3个月，他在心中和自己约定，以后一定还会再来北京的。单美高中毕业之后，便顺利考入了罗马大学。在选择专业时，单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文化和语言专业。加上当年北京即将举办奥运会，一时间全球掀起了汉语热，所以当时和单美一起学习中文的同学非常多。对于这些老外而言，中文实在太难学了，要学拼音，还要学成语。总之，单美在学习中文时也遇到了很多麻烦，但这些都被她一一克服了。学习一门语言，环境很重要，口语发音也很重要，所以要学好中文，单美肯定就要到中国去。2010年夏天，单美又来到了北京。这一次，她作为交换生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。刚来到中国时，单美身边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，她特别想认识几个中国朋友，但她发现大部分中国人都比较腼腆，很少有人主动和她交朋友。在北京待了1年，单美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。再次回到罗马，本科毕业的单美没有选择留在罗马职场打拼，反而申请了去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的机会。申请通过后，单美成功获得了全额奖学金，这让她能够继续留在中国。2013年，单美研究生毕业，她选择留在北京，并进入了一家外企工作。当时单美的工作是翻译，平时也会结交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。不过对于单美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好的了。她总是渴望能认识更多的中国朋友。她甚至动过找个中国男朋友的念头。但爱情这东西，很多时候得看缘分。对于单美来说，她并不想刻意强求。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单美一直都是单身。201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，单美的一位哈萨克斯坦朋友要过生日，他邀请了单美。单美穿着一身黑色礼服出现在了人群之中。还没等朋友来得及介绍，西蒙就不断地盯着单美，并主动和单美打招呼。西蒙用中文打的招呼，而单美也用流利的中文回应。聚会过程中，大家都喝了一点酒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西蒙表现得十分大胆。他不断地向单美示好，一个劲儿地表现自己，甚至在最后分别的时候，西蒙还主动要了单美的联系方式。聚会结束后的2周时间里，西蒙和单美一直保持着联系，两个人频繁地用短信聊天。在不断沟通的过程中，他们对彼此也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两个人都觉得对方很靠谱，和自己特别合得来。2周之后，西蒙主动发出了邀约，他将单美约到了一间酒吧，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喝酒。在单美看来，西蒙长得非常帅气，为人自信又幽默风趣。总而言之，他对西蒙产生了好感。而西蒙则喜欢单美的容貌，更享受和单美在一起聊天的感觉。那天他们喝了不少酒，似乎都醉了。第2天一早，还在酒意中的两人稀里糊涂的便成为了恋人。几个月后，单美和西蒙住到了一起，他们的恋情正式开始。爱情刚开始的时候总是甜蜜的，西蒙每天都会给单美做早餐，也经常和单美一起外出约会。不过在文化中，两人还是有很多差异。例如每次外出吃饭，单美都要求 AA 制，从来不让西蒙单独掏钱。即便是到了情人节，西蒙哪怕用自己的钱买一束花，单美都要掏一半的钱。他不想给西蒙增添经济负担，他希望两个人的爱情不要用金钱去衡量。单美的这些爱情观，其实西蒙并不认同。作为一个中国男人，他有自知之明，他知道自己应该多付出一些，但他拗不过单美，还是遵从了单美的意思。2017年夏天，此时单美在中国的工作并不算顺利，她每天工作很累，骑着2手电动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，下雨天还得挤北京地铁去上班。这种快节奏的生活，单美觉得实在太累了，她也渐渐感到有些厌倦。与此同时，远在意大利的父亲开始催促单美回国，因为父亲在老家的小城里开了一家小超市，父亲希望女儿能回来接手经营超市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，单美决定要回到意大利。临走时，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西蒙。那时她正深爱着西蒙，她希望西蒙能和她一起去意大利。但西蒙当时工作稳定，收入也很不错，离开中国对他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。
与此同时，作为一个独生子，父母这关也不好过。当西蒙把这件事儿告诉父母的时候，父母心里都有些犹豫。但从西蒙小时候起，父母就给了他非常宽松的成长环境，任何事情也都尊重西蒙自己的意愿，所以也就没有过多干涉。那时候的西蒙眼里只有爱情，他心里清楚，如果让善美离开中国，那他们的爱情也就走到尽头了。就这样，西蒙辞去了工作，放下所有，与善美一同奔赴意大利。初次拜见意大利的岳父大人，西蒙准备了不少见面礼，其中有中国的茅台酒，还有北京的烤鸭等等。就在当天，西蒙就和岳父喝了不少酒，两人甚至都喝得酩酊大醉。岳父对西蒙是相当满意，觉得这个中国小伙子非常实诚。大概1个月后，西蒙就和善美在意大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，两个人的爱情迎来了开花结果。这次结婚，西蒙1分钱彩礼也没花，即便是举行婚礼的费用，也是他和善美 AA 的。在中国，结婚生子亘古不变，似乎结婚后就理所应当得要生孩子了。但是善美却始终没有生孩子的打算，她甚至和西蒙商量过以后不要孩子，要当丁克一族。所以婚后两个人大多数时候都在为生活打拼。对于西蒙来说，刚到意大利，学习当地的语言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时候西蒙失去了收入来源，他每天都感到非常焦虑。为了能学好意大利语，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习班，每周都往返于善美家和罗马城之间。在语言能力提升的同时，西蒙又萌生了创业的念头。半年之后，西蒙在罗马开了一家旅行社。这家旅行社的主营业务就是专门接待前往意大利旅游的中国游客。意大利在中国的知名度确实非常高，每年去意大利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庞大，所以旅行社刚成立的时候，生意就特别红火。短短1、2年时间，西蒙就赚到了不少钱，也终于解决了在意大利的生活开销问题。他原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顺顺利利地过下去，自己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，会早早的在意大利买房。可很快疫情来了，疫情到来后，整个旅游行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。西蒙坚持了几个月后，还是不得不关了旅行社。关门时，西蒙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，他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善美身边。此后，西蒙便和善美待在意大利农村。沉寂了一段时间后，西蒙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他和善美的意大利农村生活。网友们喜欢老实憨厚的东北小伙西蒙，也喜欢中文流利、外表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善美。西蒙的视频播放量非常高，大家都喜欢他。这也让西蒙在做自媒体的过程中赚了一些钱。他还让自己的老婆善美也开创了一个账号。夫妻2人共同拍摄视频，在事业最鼎盛的时期，他们通过制作视频获得的收入，甚至超越了先前经营旅行社的收益。西蒙的粉丝数量突破了100万，他们的视频每天都能收获上百万的播放量，收入相当可观。西蒙原以为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很久，他也很享受这种惬意自在的生活。可在2022年12月21日，西蒙更新了最后一条视频之后，他就连续好几个月没有更新了。这个时候，上百万的粉丝们都在怀疑西蒙和善美的感情出了问题，各种各样的猜疑都冒出来了。有粉丝说，善美喜欢穿一件绿色衣服，肯定是善美出轨了。也有粉丝说，善美早就不喜欢西蒙了，善美喜欢健身运动，喜欢精神小伙儿。但西蒙不修边幅，好吃懒做，整天在家里闲着，也不陪善美去健身房运动。也有粉丝说，西蒙的视频收益下滑，整天赖在老丈人家里吃软饭，这样的婚姻迟早要玩完。总之猜忌很多，但西蒙却迟迟没有回应。2023年2月21日，西蒙终于更新视频了。他没有澄清是否和善美分手，倒是说自己要离开意大利农村了，说自己要去罗马打拼。此后，西蒙开始频繁更新视频，但是他好像刻意在回避自己和善美的感情事宜。2023年6月份，西蒙时隔6年终于回国了。让他感到遗憾的是，他没能将另一半带回中国。不过在父母眼里，只要儿子能回来，他们就很开心了。
这一次，父母和粉丝们都希望西蒙能够留在中国，但西蒙最终只待了半个月，就又去到了意大利。这一次，西蒙重新开始创业，他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和几位朋友开了一家中餐厅。从装修到采购，西蒙每天都在忙活，这也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斗志。但粉丝们关注的还是他和善美的感情问题。2023年11月，西蒙在意大利街头搞起了直播，在回应粉丝猜疑时，他终于做出了回应，告知粉丝自己和善美的确已经分手了。对于分手的原因，他只说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情。而关于善美穿绿色衣服，他说善美只是单纯的喜欢绿色，并没有出轨的证据。最后，西蒙的原话是这样说的：8年的感情不是一场简单的决定就能够了结的，很多这些事情我本人也说不清楚。能够看得出来，西蒙还是有想要复合的想法的。他肯定想要努力工作，做出一定的成绩，让自己变得优秀，才能让善美重新喜欢他。总之，西蒙的粉丝还是有些不情愿，因为他们似乎早就在视频中发现善美的眼里没有了爱，在视频中总是展现出负能量，没有笑脸。如今，西蒙还在意大利打拼，他似乎已经拿到了意大利的永久居留权。往后余生，即便没有善美，西蒙也可能会选择在意大利定居生活。好啦，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全部过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是南风，我们下期见。